咱们讲一下菩萨修行的阶位。看这个图，菩萨从触发心到成佛一共要经历52个阶段，其中前40个叫做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信修信心，实住就是你已经住进来了，属于刚入门。实行就是各种的修行。实回向，解释一下什么是回向。回是回转，向是去向，回转自己所修之功德而去向于所期望的结果，就是回向。简单的说，就是你要拿自己所修的功德做什么。回向有2种，一种是施自己的功德于他人，这叫回向于众生；第二种是以自己的功德而期望自他皆成佛果，这叫回向于佛道。这2种回向啊，其实是一种。你回向于众生，就是希望众生成佛呀；你回向于佛道，也是希望众生成佛。所以这2种回向只是角度不同而已。一般诵经之后都要念回向文，回向文也有很多，咱们简单念一个：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实回向之后是实地，进入实地之后啊，你就是真正的菩萨了。进入初地的一瞬间叫做见到位。为什么叫见到位呢？就是你能见到心性真如，真正懂得人法而我的道理，你见到了，所以叫做见到位。从见到位开始就进入实地。初地叫欢喜地，在欢喜地你能获得根本无分别智，就说你能正确的认识心性真如，知道诸法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分别的，都是自心所现，亲证一切法平等之智，这就是根本无分别智。然后第2离垢地修戒律，第3发光地修禅定，第4宴会地修菩提道品。菩提道品呢，就是你要成就菩提所要修的善法。要修的善法有很多，通常来说有37个，称为37菩提分法。具体就不挨个讲了，不过这37个里边有12个咱们之前讲过，就是4念住跟8正道。要是不记得了，可以看一下印度佛教史。第5南圣地，俗地有分别智跟圣者无分别智同时聚起。有分别智就是凡夫认为我法实有，无分别智就是认识到我法二空。这俩本来是矛盾的，实有就不能空，空就不能实有。但是如果你修到南圣地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俩是矛盾的了，你就感觉怎么说都有道理。就像之前咱们讲赵论，一会儿说空一会儿说有，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矛盾的地方。第6现前地，得完满的厚德无分别智。所谓厚德无分别智，就是依靠根本无分别智，如实证悟一切有为法幻有，你能认识到一切法的差别之相。这个不太好理解，我举个例子。根本无分别智啊，就类似你上数学课的时候那个数学定理一样。有的定理比较简单，老师一讲你就懂了。你这个懂啊，就相当于获得了根本无分别智。你懂了定理之后啊，不一定会做题，你必须学会在实际中应用这个定理。厚德无分别智就是你的做题能力。从见到位获得根本无分别智之后，你就开始修厚德无分别智。到了第6地的时候，你的厚德无分别智就圆满了，就是已经没有你不会做的题了。然后第7远行地，在第6地的时候，虽然无分别智已经圆满了，但是不能任运现前。任运就是自动，不能任运现前就是不能自动现前，犹为烦恼实相动摇。就说第6地的时候，虽然什么题都会做了，但是从审题到想出解题方法，你还是有一个过程。到了第7地，一切事项不能动摇，题来了你就会做，但于无相犹有加行。无相就是认识到诸法无相，加行就是加工用行，就是准备工作、预备工作。虽然题来了你就会做，但是从审题到结题之间还是隔着一小段的，你还是要努力一下的。第8不动地，无分别智任运现前，一切事项不能动摇，无相行不须加行。第8地是一个什么境界呢？还拿做数学题为例的话，就是此时你看到题跟看到答案是一样的，这俩对你来说是同时看到的，你不会觉得题跟答案有什么区别，
题与答案无二无别。这个第8地就很厉害了，感觉这个人就已经练成了。第9地善慧地，就是能升起方便智慧，对众生能善巧说法。第10地法云地，福德智慧如同云朵，菩萨的福德智慧已经积累到极致了。第10地的最后一瞬间叫做金刚喻定，在这一瞬间你断除一切的杂然种子现行，进入佛位。佛位也分2个层次，首先等觉位，等觉位的佛虽然已经断除了一切杂染种子，但是佛的无漏清净法呢还差那么一点才圆满，所以最后还要修一修。等觉位的佛也叫补处菩萨，补处菩萨就是下一世做佛，比如咱们娑婆世界的补处菩萨就是弥勒菩萨。等弥勒菩萨修完等觉位了，就会来咱们这里最终成佛，进入妙觉位。妙觉位啊是最后一位了，是真正的成佛了。这是咱们主要从所获得智慧的角度讲了一下菩萨修行的阶位。下面咱们再从断除阿赖耶识中杂染种子的角度讲一下菩萨修行的过程。先说一下种子的分类。首先，种子包括杂染的和清净的。杂染种子包括我法二执种子和业力种子。我法二执种子就是无明的种子，它还可以分成2种，分别的我法二执种子和俱生的我法二执种子。分别的我法二执是你后天的这辈子现学的执着，是比较浅层一段的。俱生的我法二执是先天的，无始以来虚妄熏习所成的种子，这个是比较根源性的种子。业力种子包括恶种子和有漏善种子。至于为什么这个善种子叫做有漏善种子，这个之前说过，因为你做好事就会在六道中享福，但再怎么享福你也是在六道中的，这个跟出世无漏法还是不同的，所以叫做有漏善。清净种子呢包括劣清净种子，这个是菩萨的清净种子，圆满清净种子是佛的清净种子。最后看最关键的这个图，这个是菩萨从地前开始，地前就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登地，所以叫地前。这个图显示的就是菩萨从地前开始经过10地，最后达到佛地这么一个过程中，种子是怎么变化的。竖着的是种子的分类，有分别我执、分别法执、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最后还有业和无漏种子。注意我法二执啊，除了种子之外还有现行。种子是隐藏势力，是存储在第8识中的，现行是前期时表现出来的实际行为。通常来说，种子就含摄现行了，你把种子断了，现行肯定就断了。但是一些行派讲的比较细致，他把现行怎么断也给你归纳出来了，所以我法二执又分出种子与现行。咱们具体看一下这个过程。首先在见到位的时候，就是从地前进入初地的一瞬间，分别我法二执的现行和种子就全都断了，恶业全都断了。最后这一行善业，这个一会儿再说。然后从初地开始修，到了第7地结束、第8地开始的一瞬间，你的俱生我执的现行就没有了，和前6识相关的俱生法执的现行也没有了。就是你的第6意识不会再认为诸法有我了，但是第7识的俱生法执现行没有断，你在潜意识里还是会认为诸法有我，但是是非常细微的。然后到第10地的最后一刹那金刚喻定的时候，俱生我执的种子断掉，第7识的俱生法执的现行断掉，全部的俱生法执的种子断掉。然后看最后一行，在地前你修的是有漏善法，从初地开始菩萨劣清净种子开始增长，在金刚喻定时舍弃，到了等觉位升起佛的圆满清净种子，到了妙觉位佛的圆满清净种子修成。这样菩萨的52个阶位就说完了。你要是初学的话呢，现在可能脑子都是晕的，原因就是你接触佛教的文本太少了，对我讲的这些概念不熟悉。比如根本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
我用做数学题的比喻来讲，你可能听的时候也能听懂，但是就是觉得陌生。要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这个课你可以多听几遍。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多接触佛教的文本，这些概念接触多了，自然就觉得亲切了。关于菩萨修行的过程啊，历来的说法有很多，我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是我认为比较主流的一种说法。你以后自己读书啊，可能会看到其他的说法，这个不一定是谁对谁错，这个本来就是有不同说法的。菩萨阶位就说这么多，继续看楞伽经。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菩萨在佛的加持帮助下，观察不可思议的佛法，重新意念本誓。本誓就是菩萨最初发心的时候立下的那个誓，你修行是为了什么？比如阿弥陀佛的本誓就是众生只要称我名号，就能往生极乐世界。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不驻着在禅定之乐中。向自觉胜趣，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所修行道。追求自觉胜趣，自觉胜趣就是一切如来的自证境界，是佛的内自证殊胜圣智，就是佛的境界。这个追求啊，是跟二乘以及外道不相同的。得十贤圣种性道，然后你就能得到十贤圣种性道的义理。解释一下十贤圣种性道。贤圣种性就是菩萨种性，种性就是根性，就是一类人，菩萨种性就是菩萨这一类人。十贤圣种性道就是实地菩萨才能懂得的道理。即身智一生，获得如来的身智一生。身是报身，智是法身，意是化身，这是佛的三身。成佛之后啊，你有三种形式的身体，法身就是心性真如，报身也叫自受用身，就是成佛之后的清净80，化身就是佛为了教化众生随缘示现的色身。离三昧行，离开菩萨所修的禅定，不驻着在禅定之乐中。是故大会，菩萨摩诃萨欲求圣境者，当敬如来藏及藏实名。因此大会，菩萨摩诃萨若求殊胜义者，就是想成佛者，应当净化名为藏实的如来藏，就是把藏实净化成如来藏，你就成功了。大会，若无实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就是如果连如来藏都没有了，就是清净赖耶都给断掉了，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错误的断见。大会，然诸凡圣悉有生灭，修行者自觉胜趣现法乐住，不舍方便。然而凡于已知圣者皆有生灭，就说佛也是有生灭的，佛也不是说把清净赖耶就都给断掉了。知道了这个道理，修行者就可以内证到佛的境界，住于法乐而不舍精进。大会，此如来藏实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现，虽自性净，客尘所复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大会，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事阿摩罗果。大会，如来藏藏实本性清净，超越一切二乘与外道之臆测。虽然如来藏藏实本性清净，但因为它为客尘所染，所以二乘与外道认为它不净。如来则不是，如来能够如实现证如来藏藏实本性清净，如观掌中阿摩罗果。阿摩罗果是印度的一种水果。大会，我于此意以神力建立，令圣曼夫人及立志满足诸菩萨等，
宣扬演说如来藏及十藏名，与七十俱生。声闻记着，见人法无我，故圣曼夫人成佛为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圣曼夫人是圣曼经的主角，也是一位大菩萨。圣曼经也是讲如来藏的很重要的一本经。翻译一下这段：我加持圣曼夫人还有其他的深妙精致菩萨，让他们宣说名为藏识之如来藏与前七识俱起的佛法，令那些没有离开执着的声闻众得见法无我。因为小乘是不断法执的，他们只断一部分的我执，所以为小乘的人讲法无我的道理，能够让他们回小向大。圣曼夫人因为得到佛的帮助，所以能够宣说如来境界，这不是二乘及外道能够易度的。如来藏十藏为佛给予立志一意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给予菩萨摩诃萨于如来藏十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作知足想。如来境界即是如来藏藏识境界，就说能正确认识如来藏藏识，这个就是如来的境界。这个法义我今天讲给你们这些大菩萨们，因为你们具备深妙透彻的思维力，能依于法义而通达，就说能够透彻的理解。因为这个缘故，你们这些大菩萨应当在如来境界中修学，应当在通达如来藏藏识中修学，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闻听。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尔时世尊想要重新再说一遍刚才的那些法义，所以说了如下偈颂：甚深如来藏而与七十俱，二种摄受生，智者则远离。甚深之如来藏与七十共具，共同存在。凡夫执着内心与外境实有，智者应当远离。如镜相现心，无始习所熏，如实观察者，诸事悉无始。因为无始习气的熏染，心中现出各种似影像，各种名相。如果能如实观察，就能发现它们都是虚妄不实的。如欲见指月，观指不观月，记着名字者，不见我真实。犹如渔夫只知道看指尖而不看月亮，同样执着文字的人不知道我的真谛。看指尖不看月亮啊，就是你用手指指月亮，告诉别人那个是月亮，但是那个人呢，不顺着你手指的方向去看月亮，而是盯着你的手指看，就比喻那些执着于文字而不去实修亲证的那些人。心为公伎而亦如贺伎者，50为伴侣，妄想观伎众。心就像演员，意就像小丑，第60与前50就像舞台，整个这80啊就是一个戏班子，能够变生外境。楞伽经就说这么多，下次课开始讲南北朝佛教，先休息一下。